那么下来呢，就要介绍这个痰饮病的治者、治疗源者治疗种者。第15条，病痰饮者，当以温药和之。这条原文主要是介绍痰饮病要用温药和之的原则。为什么？首先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温药，又什么叫做和之。温药一般来说主要是指呢温脾温肾这种药温脾肾的药。为什么痰饮病它要用温药呢？原因是第一，痰饮病的形成为什么会出现痰饮停留呢？上面已经讲过了，食少饮多，水停心下，甚者则久，微则短气，是吧？说明脾胃虚弱，也就是说痰饮病是得之阳虚，是吧？脾胃阳虚或者是肾阳虚引起的。所以温药呢能够整分阳运，温药它能够整分脾阳，能够整分肾阳，阳气充足了，它运化水湿的功能呢就会恢复了。所以温药能够整分阳运那么你因为饮邪呢又属于阴邪，痰饮本身是一个阴邪阴浊那么它存在在人体里面呢，长期不消呢，它会伤阳，它容易伤阳。本来它就阳虚才得到这个痰饮的，由于它的停留不去，又容易引起阳气衰弱，那么阳气一伤再伤，所以必须要整分脾阳和肾阳，整分阳运，消除水饮，整分阳运和消水。所以决定了，因为病因上、病机上决定了痰饮病必须要用温药所以当以温药和之。但是它不是叫你补之它是叫你和之。什么叫做和之呢？从治疗的方法上来说，它和之就是用和法。和法，什么叫做和法呢？有哪些药配伍起来叫做和呢？我们在学过和法的时候，可能大家都学过了可是很多人会忘了什么叫做和法。凡是病情的需要攻补兼施的，谓之和。补药跟消散药、攻邪的药同时并用的，攻补兼施的，谓之和凡是寒热并用，又用苦寒的药，又用温阳的药，两个药同时组成一个方，在这个同一个方子里面的，那么叫做寒热并用，这个也叫做和。
寒热并用谓之和。啊，表里双解，表里双解也叫做和，也谓之和。啊，像这些，凡是带有这个含义的两个相反的药同时并用的，就叫做和法。大家都知道和的代表方有一个小柴胡汤。啊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小柴胡汤，它里面有没有寒热并用的？有啊，黄芩跟人参是吧？半夏同用。啊，有没有攻补兼施并用的？人参是补的，黄芩半夏是怎么样的？消除痰饮的。啊，和味止呕的，是吧？所以攻补兼施。啊，人参和炙甘草同用，它是补中益气的，是吧？所以攻补兼施，寒热并用，就是一个和法。那么张仲景告诉我们，要用和法来治疗这个痰饮病。你不要以为就一味用补就行了，啊，还要用和法。啊，那么通过这个寒热并用也好，攻补兼施也好，表里双解也好，从而呢使到人体呀，因为痰饮存在以后呢，就造成阴衰，这个阴盛阳衰，或者是饮邪化热，啊，这些使人体的阴阳呢就失调了，不和了。所以通过这些和法的应用，使到人体呢全身的阴阳得到调和。所以这个和字呢，又带有通过和法的治疗调阴阳，使人体的阴阳呢得到调和的意思。所以张仲景呢告诉我们呢，要和法和之。啊，我认为魏立同在《金匮要略本纪》他写的这本书，他解释用和法的，为什么用和法温药，他解释这4个字呢，我认为他解释得很好。你看，温药者，补胃阳，燥脾土，言和之，既不专事温补，即有行销之品，或凯其利益，以温药之中，方谓之和之，而不可谓之补之益之也。我认为他解释得很好。啊，他就是告诉我们呢，治疗痰饮病呢，一定要按照这个温药和之的原则。他说，温药包括补胃阳、燥脾土，就是温补脾阳。你温补肾阳也可以的，如果它是肾引起的，你温补肾阳也可以的。补胃阳、燥脾土，它这个是针对前面湿手饮多、水停心下，就是痰饮病得治于脾胃阳虚来说的。言和之，就不是叫你来专事温补，不是叫你一味跟他补，啊，既有行销之品，就是一定要有行销的药物，啊，既有行销之品，就是说已经形成的痰饮，它停留在我们体内，你怎么能够用补法能够把它驱逐出去呢？不行，要消，是吧？它停留下来，你就要消，
具有行销之品，或者凯吉利益有温药之中，就是在温药温补的同时，造脾土的同时呢，用一点行销的药，同时并用，攻补兼施，也就是攻补兼施，方谓之合之，而不可谓之补之益之也。他解释的很好，不是叫你补，而是叫你合，就是刚才我讲的用这个合法。那么综合起来，在这个温药合之这个总的原则指导下，具体的运用呢，就有用4个字来概括：汗下利温。汗法实用于它就是通过发汗，使到水饮呢从汗而出。停留在哪里的才用这个方法呢？在肌表的在上的，在人体上半部的，或者在肌表的水饮就可以用这个法。下是指震下，震下逐水法，使用于水饮停留在人体的内部，而且呢，水饮皆是的，用汗法、用利小便法都不能够消除它的水饮的。这个时候要考虑用震下逐水法。利就是利法，利小便法。利小便法适用于水饮停留在里，在下。这个时候就用这个法，利小便法，使水饮通过利小便从小便而出。最后是温法。如果它是脾虚引起的，我们就要整分脾阳，是吧？如果它是肾阳不足引起的，我们就要温补肾阳。如果它是肺气虚弱，肺气这个气属什么？属阳，肺气不足引起的，我们可以补肺气，是吧？这些都是属于温法，属于这个补虚法。哪里虚你就补哪里。那么这4个法可以单独应用，也可以呢相互应用，一起用。比如汗法跟利法一起用，利法跟温法一起用，温法跟汗法一起用都可以。这个呢就是行消水饮的温药合之了，消除水饮又能够温补脾肾，这样同时并用，就叫做合。所以我们可以找到汗法有大小青龙汤，这个下法有石枣汤，有甘遂半夏汤，利法有苓桂猪肝汤，有五苓散，还有木黄芪汤。温法
有肾气丸、苓桂猪肝汤，都是属于温法范畴。我们看苓桂猪肝汤是不是两个法一起用的？里面的桂枝起什么作用？温阳的作用。在这里呢是用温脾阳，是吧？白术、茯苓用来干什么？利水的。所以温法和利法是一起用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治疗痰饮病呢，就是要根据这个法。这个法呢很重要，希望大家一定要理解，充分理解，而且呢要能够举例说明什么叫做温药合治，为什么要用温药合治啊？这个你要解释。那么下面呢就讲它治疗了。痰饮狭义痰饮病分开4饮来进行这个辩证论证。首先诊断这个人是不是狭义痰饮病。那么狭义痰饮病它的停留部位应该在哪里的？啊，在部位在哪里的？胃肠啊，肠胃里面有水的，那就是狭义痰饮病啊。但是我们辩证的时候要分清，现在这个病人呢是偏重于脾肾阳虚为主呢，还是偏重于水饮很多，需要这个去除水饮的，你要搞清楚啊。所以下面呢他就举了16条原文。心下有痰饮，胸胁支满，目眩，苓桂猪肝汤主之。跟着第17条，夫短气有为饮，当从小便去之，苓桂猪肝汤主之，肾气丸亦主之。这2条原文我们一起来解释。16条他讲到心下有痰饮，胸胁支满，目眩。他说如果是饮停在心下，病人会出现呢胸胁支满，目眩，出现这个症状。那么这个症状就是由于饮血停留在胃脘，同时呢由于饮血停留就会阻碍气机的运行，是吧？所以病人首先出现的就是胸胁部。其实呢是这个胸是指心下这个部位，但是当病人很胀的时候，它也会影响到胸部，也会胀满的。所以这个胸胁胀满呢，支满就是胃脘部和胸胁部呢感觉到很胀，这个是气机阻滞的引起的，是吧？气机阻滞。然后呢出现目眩，目眩就是指头晕眼花，头晕眼花，看东西不清楚啊，有这个症状的出现。那么病人出现胃脘部胁下胀满，同时又头晕目眩，是不是他因为脾胃虚弱，这个血虚营血不足，是不是？他才会出现也头晕眼花吧？是不是因为血虚、肝血不足、木代谢而能是吧？现在呢才会出现头晕眼花，不是。如果这个头晕眼花跟胸胁胀满同时出现的，我们在临床的时候要抓住能够用一个病机来去解释它所有症状的，你就尽量用一个病机，不要用第2个病机。
心下胀满就是实主气滞，是吧？痰湿内流，实主气滞。那么头晕眼花呢？清阳不升，浊阴上升，蒙蔽清窍。清窍包括的眼睛受到浊邪的蒙蔽，目不精明了，水湿太盛了，才会出现头晕眼花的。一个病机可以解释它2个症状，所以它是脾胃虚弱。水饮内流，气机阻滞，浊阴上升，是吧？病机这样。那么我们治法应该怎么样呢？温脾、健脾、利水，是不是啊？健脾利水，所以他说可以用苓桂猪肝汤主治，里面用茯苓、白术，要来健脾利水，使水湿通过小便而出，是吧？用桂枝呢，温阳化饮。桂枝跟茯苓同用有什么作用啊？要对，有化气利尿的作用。桂枝跟茯苓同用，有化气利小便的作用，记住了。以后遇到用一般利小便没有效的，你要考虑要不要用桂枝跟茯苓同用，帮助它气化利小便它有这个作用。同时桂枝呢，它有平冲降逆的作用，所以桂枝有双重的作用。遇到人体的气机是向上的，水饮上逆的，它可以平冲降逆；遇到人体气机是下陷的，桂枝能够升阳，使气机向上，所以有双向调节的。